今天我们要揭开一个可能彻底改变你对生命、死亡，甚至是人类未来看法的真相。你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颠覆你的世界观。想象一下，如果有人告诉你，死亡可能不再是人生的终点，而只是一个可以被克服的障碍。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但事实是，就在此刻，世界上最有权力、最富有的人正在悄悄地为此投入数十亿美元。他们的目标：延长寿命，甚至实现永生。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写道，等到人类拥有巨大的新能力，饥荒、瘟疫和战争的威胁也终于消除，接下来的目标很可能是长生不死、幸福快乐，以及化身为神。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在追求永生。古埃及法老建造金字塔，中国皇帝寻找长生不老药，这些都是人类渴望战胜死亡的证明。但在过去，这些努力更多停留在神话和传说层面。然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在科技的推动下，曾经的神话正在变成现实。我们对健康的痴迷开始蔓延到对生命永恒的追求。而这一次，引领这场革命的不是国王和皇帝，而是硅谷的科技巨头们。让我们揭开硅谷大佬们的秘密计划。这个计划如此惊人，以至于你可能会怀疑自己的耳朵。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2020年，一家名为 Altos Labs 的公司获得了惊人的30亿美元投资。你没听错，就是30亿美元。这可能是生命科学领域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融资。而这笔投资的背后，站着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Altos Labs 的目标是什么？他们想要找到让人类细胞重新变年轻的方法。换句话说，他们想要逆转衰老过程。但 Altos Labs 只是冰山一角。让我们看看其他科技巨头都在做什么。早在2013年 ，Google 就成立了 Calico 公司，专门研究衰老和相关疾病。他们的口号是解决死亡问题。想象一下，一个搜索引擎公司竟然想要解决人类最大的难题之一。Facebook 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和他的妻子在2016年宣布，他们将在未来10年内投入30亿美元用于疾病研究。他们的目标是在本世纪结束前治愈、预防或管理所有疾病。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显示了扎克伯格对延长人类寿命的热情。甲骨文的创始人拉里·埃里森已经向抗衰老研究捐赠了至少3.7亿美元。埃里森曾经说过，死亡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这句话道出了许多科技巨头的心声。Unity Biotechnology 这家公司得到了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和 PayPal 联合创始人彼得·泰尔的投资。他们专注于研究如何消除衰老细胞，以此来延缓衰老过程。OpenAI 的创始人 Sam Altman 投资了 1.8 亿美元，成立 Retro Biosciences 公司。他们的目标是延长人类健康寿命10年。Altman 说，我基本上把所有的流动资产净值都投入到这2家公司，这显示了他对这项研究的信心。这些投资和研究项目告诉我们什么？他们表明，硅谷的科技巨头们已经将目光从计算机和互联网转向了生命科学。他们相信，下一个最大的技术突破不是在 AI 或量子计算领域，而是在延长人类寿命方面。为什么这些已经拥有数十亿美元财富的人会如此热衷于这项研究？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更简单，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所有的物质财富，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时间。想象一下，如果你已经拥有了足够用几辈子的财富，但却无法阻止自己一天天变老，最终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留下所有的财富，这种感觉一定令人沮丧。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这些富豪如此热衷于延长寿命研究的原因。但这不仅仅是个人欲望的问题。
这些科技巨头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根据市场数据研究平台 CB Insights 的数据，2018年，投资者向老龄化和抗衰老初创公司投入了超过8.5亿美元。到2024年，全球抗衰老市场规模预计将超过2710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足以吸引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和最雄厚的资本。你可能会觉得这些计划听起来太疯狂了，像是科幻电影的情节。但让我告诉你，这背后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这不是一些富豪的异想天开，而是基于真实的科学研究和突破。Autos Labs 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细胞虫编程技术。这项技术的灵感来自于2006年日本科学家山中深弥的突破性发现。山中发现，通过引入4种特定基因，现在被称为山中因子，可以将成熟细胞重新编程为干细胞状态。这意味着什么？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够将衰老的细胞重置回年轻状态，这不仅可能延缓衰老，甚至可能逆转衰老过程。2018年，一项突破性的研究表明，通过简单的用盐水和白蛋白替换老年小鼠的血浆，就能达到类似于注入年轻血液的效果。这个发现让科学家们兴奋不已，因为它暗示着我们可能不需要复杂的基因编辑或干细胞治疗，就能显著延缓衰老过程。你听说过 CRISPR 技术吗？这是一种可以精确编辑基因的革命性技术。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可以像编辑文档一样编辑我们的 DNA， 删除导致疾病和衰老的基因，添加能够增强健康和长寿的基因。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但这正是 CRISPR 技术所能做到的。2020年 Jennifer Doudna 教授因为这项技术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Unity Biotechnology 这家得到了杰夫·贝索斯和彼得·泰尔投资的公司，正在研究如何清除体内的衰老细胞。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体内会累积一些不再分裂但又不会死亡的细胞，这些细胞被称为衰老细胞。科学家们发现，这些细胞可能加速整体衰老过程。Unity 的研究显示，如果我们能够选择性地清除这些衰老细胞，可能会显著延缓衰老过程，甚至逆转某些年龄相关的疾病。你可能没听说过端粒这个词，但它可能是长寿研究的关键。端粒是染色体末端的一小段 DNA， 它就像携带末端的塑料套，保护染色体不受损害。每次细胞分裂时，端粒都会变短一点。当端粒变得太短时，细胞就会停止分裂，进入衰老状态。一些科学家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延长端粒，可能就能延长细胞的寿命，从而延长整个有机体的寿命。这些研究告诉我们什么？他们表明，延长寿命的研究已经不再是一些边缘科学家的狂想，而是得到了世界上最聪明、最有资源的人的认可和支持。他们看到了这项技术的潜力，并且愿意投入巨额资金来推动研究。但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使这些技术在实验室里看起来很有希望，它们真的能在人体上安全有效地工作吗？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富豪们正在进行的具体实验。PayPal 的创始人彼得·泰尔正在资助一项听起来像是吸血鬼传说的实验。这个实验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将年轻人的血液注入老年人的体内，希望能够达到延缓衰老的效果。这个实验的灵感来自于一项对老鼠的研究。科学家们发现，当他们将年轻老鼠和老年老鼠的循环系统连接在一起时，老年老鼠的许多衰老症状都得到了改善。这让一些研究者开始思考，
年轻人的血液中是否含有某种青春因子，可以帮助延缓衰老。泰尔资助的一家名为 Ambrosia 的初创公司开始了人体实验，他们招募了600名35岁以上的志愿者，每人支付$8000，就可以接受25岁以下年轻人的血浆输入。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现代版的吸血鬼故事，但在硅谷，这被视为一种前沿的抗衰老尝试。45岁的硅谷亿万富翁布莱恩·约翰逊为了重返18岁，制定了一个极其严格的日程安排。他的做法之极端，甚至让其他追求长寿的富豪们也感到震惊。每天8点半准时入睡，5点半起床。起床后，他会雷打不动地吞下100多粒保健品。这些保健品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据说每一粒都有其特定的抗衰老功效。接下来是67分钟，包括多达25种动作的强力健身。他试图锻炼到全身尽量多的肌肉。约翰逊相信，通过这种高强度的锻炼，他可以保持肌肉的年轻状态，从而延缓整体衰老过程。但这还不是全部。约翰逊的饮食计划也是极其严格的，所有食物都经过科学数据精心配比，以确保他的身体得到最优的营养供应。他甚至会定期进行各种医学检查，包括全身扫描和血液检测，以监控自己身体的各项指标。最近，约翰逊还进行了一次3代换血实验，他用自己17岁儿子的血浆替换自己的，然后又把自己的血浆给了70岁的父亲。这听起来简直像是一个疯狂科学家的实验，但在约翰逊看来，这可能是延缓衰老的关键。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投资的 Altos Labs 正在进行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通过细胞虫编程技术来实现整体衰老逆转。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据说贝索斯希望能够把全身40万亿至60万亿个细胞全部换掉，重回婴儿状态，再活一次。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的情节，但 Altos Labs 正在投入巨资，尝试将这个梦想变为现实。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在2013年推动谷歌成立了抗衰老公司 Calico， 并喊出了解决死亡问题的口号。Calico 的目标是什么？他们希望能够找到延长人类寿命的方法，不仅仅是几年或几十年，而是大幅度的延长。他们的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包括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药物开发等。这些实验和计划听起来可能很疯狂，但他们都基于真实的科学研究。问题是，他们真的能够实现吗？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些技术真的成功了，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些初步结果已经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根据约翰逊团队的报告，这位45岁的富豪现在拥有37岁的心脏、35岁的牙齿、28岁的皮肤和18岁的体能。他自豪地说，正常人一年过365天，对我来说只有大约250天，相当于9月、10月、11月和12月，我都不会变老。这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些数据是准确的，约翰逊可能已经找到了某种方法，可以显著减缓甚至部分逆转衰老过程。这将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Ambrosia 的血液置换实验虽然在2019年因为 FDA 的警告而暂停，但他们之前报告的初步结果引起了广泛关注。据称，接受年轻人血浆输入的老年参与者在认知能力和某些生物标记物方面都有所改善。Unity Biotechnology 的研究显示，在动物模型中清除衰老细胞可以改善多种年龄相关的疾病，包括关节炎和眼部疾病。虽然他们的人体试验还在进行中，但初步结果令人鼓舞。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富豪突然对长生不老这么感兴趣？为什么是现在？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加复杂和深远。首先，近年来，生物技术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基因测序成本大幅下降， CRISPR 等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人工智能在药物研发中的应用，
这些都为长寿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和可能性。其次，全球正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到2050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将从现在的 7.61 亿增加到16亿。这意味着巨大的医疗需求和市场机会。第三，近几十年来，科技行业创造了大量财富。这些科技巨头拥有充足的资金来投资长期且具有高风险的研究项目。第四，对这些已经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来说，延长寿命可能是他们最后的追求。正如马云所说，未来首富会诞生在医疗大健康行业。最后，新冠疫情让人们更加关注健康和长寿问题，也加速了生物技术的发展。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历史机遇。长寿研究不再是边缘科学，而是成为了下一个可能改变人类命运的重大领域。然而，这里有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一项调查显示，2003年以来72位亿万富豪的死亡案例中，平均寿命只有48岁，远远低于全球77岁的平均寿命。最常见的死因：疾病。这个数据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财富并不能保证健康和长寿。为什么会这样？让我们深入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首先，富豪们可能看起来光鲜亮丽，但他们面临的压力可能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管理庞大的企业，做出影响数千甚至数万人生计的决策，这种持续的高压状态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其次，追求财富的过程可能导致一些极不健康的习惯。频繁的商务宴请可能导致饮食不规律，长时间的工作可能导致缺乏运动和睡眠。这些因素都可能增加患上各种疾病的风险。第三，巨额财富可能带来安全威胁。调查显示，有15名富豪死于他杀，17名死于自杀。这种持续的安全压力可能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第四，很多富豪都是工作狂，他们可能忽视了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正如一位匿名的亿万富翁所说，当你全神贯注于事业时，很容易忽视自己的健康。最后，即使在度假时，许多富豪也难以真正放松。他们可能总是在想着工作、检查邮件、处理紧急事务。这种持续的精神紧张状态可能会加速身体的衰老。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财富可能成为长寿的障碍，而不是助力。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富豪如此迫切地想要延长寿命，甚至追求永生。他们已经意识到，财富并不能保证健康和长寿。让我们看几个具体的例子。上海中发电器的董事长南民突发脑血栓去世时，年仅37岁。2004年底时，对温州87位著名企业家的一次健康体检发现，按照WHO的标准，完全意义上的健康者没有一个人。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人类健康4大基石，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良好心态，对于这些忙碌的富豪来说，可能更像是奢侈品。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富豪们年轻时拼命挣钱，到了年龄大了又不得不花重金续命。澳门赌王何鸿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87岁高龄的时候，不慎摔伤脑袋住院，住院期间每天都会打补脑针。这种针含有非常珍贵的补脑素，可以修复脑细胞，防止机能退化，一针就要86万元。据报道，赌王续命11年，花费就高达15亿港元。另一位著名的花花公子大刘刘銮雄，年纪轻轻就患上了肾衰竭。为了续命，他花费3亿港元换肾，并以1年1500万港币的价格，包下香港最出名的养和医院的2位医生，以保证他的健康状况。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即使拥有巨额财富，生命的脆弱性依然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富豪们如此热衷于投资长寿研究。他们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方法，不仅延长寿命，还要保持健康和活力。但是，这场永生竞赛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伦理问题。如果长生不老真的成为可能，那么只有富人才能享受这种特权吗？这个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这种技术应该像其他医疗技术一样，最终会普及到所有人。但也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想象一下，如果富人不仅比穷人更富有，还能活得更长，这将如何影响社会结构？一些长寿实验涉及使用年轻人的血液或血浆，这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问题。年轻人出售自己的血液给富人，这是否道德？这是否会导致对年轻人，特别是经济困难的年轻人的剥削？我们是否会看到一个新的血液经济的出现，让年轻人成为富人长寿的原料供应商？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反乌托邦小说的情节，但已经有公司在尝试这样的实验。如果我们可以大幅延长寿命，甚至实现某种形式的永生，这会如何改变我们对自我和存在的理解？死亡一直是人类生命周期的自然部分，它给予了我们生命的紧迫感和价值感。如果死亡不再不可避免，我们对生命的态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有人担心，如果同一代人在位时间过长，可能会阻碍社会进步和创新。正如特斯拉 CEO 伊隆·马斯克所说，如果没有死亡，我们就会被旧思想束缚，社会就不会进步。但也有人认为，更长寿命可能给人更多时间学习和创新。许多长寿研究涉及基因编辑技术，这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我们是否有权设计我们的后代？如果我们可以消除导致早衰的基因，我们是否也应该消除其他不良基因？这条线应该在哪里画？如果长寿技术成为现实，医疗系统将如何应对？我们是否应该将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延长少数人的寿命，还是用于改善更多人的生活质量？尽管许多富豪和科技巨头热衷于追求长生，但并非所有人都持相同观点。特斯拉的 CEO 伊隆·马斯克就公开表示反对过度延长寿命。这个观点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毕竟马斯克一直以来都是科技创新的倡导者。马斯克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试图让人类活得很长，这将导致社会窒息，因为事实是，大多数人不会改变他们的想法。如果没有死亡，我们就会被旧思想束缚，社会就不会进步。”马斯克的观点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社会进步是否依赖于世代更替？如果同一代人在位时间过长，是否会阻碍新思想和创新的产生？许多生物伦理学家对富豪们的永生计划表示担忧，他们认为这些计划可能会加剧已经存在的社会不平等。著名生物伦理学家亚瑟·卡普兰 （Arthur Caplan） 指出，如果我们开发出延长寿命的技术，但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这将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不平等世界。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生物学上的上层阶级的出现，他们不仅比普通人富有，还能活得更长。这将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一些环境学家警告说，大幅延长人类寿命可能会给地球带来巨大压力。著名环境学家大卫·阿滕伯勒 （David Attenborough） 曾说，人口增长是地球面临的所有环境问题的根源。如果我们能够显著延长人类寿命，但不减少生育率，那么我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资源危机和环境破坏。一些宗教领袖认为，追求永生违背了自然规律和神的旨意。梵蒂冈的一位发言人曾表示，死亡是生命周期的自然部分，也是上帝的安排。试图彻底消除死亡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道德的。我们应该专注于提高生活质量，而不是无限延长寿命。一些哲学家认为，
正是死亡的存在赋予了生命意义和价值。著名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 （Thomas Nagel） 曾写道：“死亡的存在让我们珍惜生命的每一刻。如果生命无限延长，我们可能会失去对生命的敬畏和珍惜。”一些心理学家指出，追求永生可能源于对死亡的不健康恐惧。心理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 （Ernest Becker） 在他的著作《对死亡的否认》中指出，人类对死亡的恐惧驱动了许多行为，包括追求永生的欲望。但真正的智慧在于接受死亡的必然性，并在有限的生命中寻找意义。这些不同的声音提醒我们，追求长寿和永生并非没有争议。它涉及深刻的哲学、伦理、社会和环境问题。我们需要认真考虑这些批评和警告，以确保科技的发展不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延长寿命的梦想可能真的会实现。但是，这个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让我们大胆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如果人类的寿命可以延长到200岁甚至更长，我们的社会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今天揭示的这些信息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生命、死亡和人类未来的看法。世界上最有权力、最富有的人正在悄悄地改变游戏规则，他们正在用数十亿美元押注一个可能改变人类命运的未来。但是，这个未来究竟会是天堂还是地狱？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取决于我们每个人。因为即使我们无法直接参与这些高科技实验，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和行动，影响这项技术将如何被使用和监管。所以，下一次当你听到有人谈论长生不老时，不要嗤之以鼻，因为这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更接近现实。而你现在已经成为了知情者中的一员。那么，面对这个可能彻底改变人类未来的技术革命，你准备好了吗？你会如何利用这些信息来规划你的未来？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平衡科技进步和伦理考量？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的问题。因为最终塑造未来的不仅仅是那些富豪和科学家，还有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和行动。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个更长寿、更健康的未来，但同时也要保持警惕，确保这个未来是公平、可持续的，是对所有人都有益的。因为真正的进步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进步。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